你知道股神巴菲特背后的行走的百科全书是谁吗？他是伯克希尔最后的秘密武器，是与巴菲特相爱相杀60年的黄金搭档查理·芒格。就在他离世前1个月，99岁的芒格罕见亮相顶级商业播客，留下生前最后一次万字深度访谈。我们将为你拆解这位投资界传奇的终极智慧、爆猛观点：散户交易等于赌博。他建议对短线获利征税，直接轰走投机者。独家预判中国经济未来20年竟藏着史诗级机会，他早已重仓布局。商业洞察 ：Costco 凭啥碾压沃尔玛？比亚迪王传福比马斯克强在哪？人生真相：他为何说年轻人越来越难，却又警告别轻易给年轻人建议？从投资哲学到企业分析，从全球经济到人生智慧，这场访谈堪称芒格思想的临终遗书。想知道顶级投资人如何看待当下乱世，如何抓住下一个10年的财富密码？点击订阅心智进化工作坊，跟着芒格的视角看透商业本质，解锁反直觉的生存法则。这场跨越世纪的对话或许能改变你对世界的认知。现在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位传奇的终极智慧现场。查理·芒格是个在投资界和思想界都很有名的人，他的人生经历多彩，像幅画。出生与离世，横跨近1个世纪的智慧之旅。芒格于1924年1月1日降临人世，他的诞生仿佛是命运为投资界埋下的一颗璀璨种子。近1个世纪，他经过了时代的变化，从经济大萧条至科技革命，世界大战到全球化，历史都在他生命里留痕迹。他看到了人类社会的很多改变，在这过程磨练了自己的才智。可是时间不停，芒格2023年11月28号在加州医院离世了，99岁。没等到100岁生日，他去世。投资界少了个人才，但他的思想经验像宝贝一样一直帮着我们。搭档关系与巴菲特的黄金组合。芒格与沃伦·巴菲特 Warren Buffett 的相识堪称投资界的一段佳话。两人认识60多年了，芒格比巴菲特大7岁，一起在内布拉斯加州奥马哈长大，那地方好像培养出了特别的投资眼光。奥马哈不繁华，但有种宁静氛围，让人专心专注于思考与研究。芒格和巴菲特在那种环境下相遇，然后一起合作了几十年。合作开始，芒格和巴菲特就觉得投资想法很像，他们都说要看价值投资，企业的内在价值和以后发展很重要。芒格道：我与巴菲特合作很合得来，我们互相信赖，相互学习。巴菲特说芒格很棒，是他的重要帮手。伯克希尔哈撒韦 Berkshire Hathaway 的发展，芒格起了很大的作用。他有深刻的洞察力，为公司投资出主意，建议很宝贵。比如喜事糖果收购时，芒格坚持要买，结果证明给伯克希尔赚大钱。芒格住洛杉矶，巴菲特住奥马哈，但这不影响他们合作。他们老打电话说市场看法和投资思路。巴菲特说过，就算联系不上芒格，我也知道他咋想的，咱俩想法差不多。这种默契、信任让他们的合作在投资界中很出色。政治立场分歧与共识并存。在政治立场上，芒格与巴菲特有着明显的差异。芒格站共和党，巴菲特却倾向于民主党。在美国，政治观点差异大不奇怪，但有意思的是，有些社会问题他们看法一样。例如医疗保健，他们都觉得政府得在公民健康上使劲儿。芒格说，医疗保健很重要，政府要保证大家有医疗。
巴菲特想法一样，他说，全民医疗就是社会在变好，能增加大家的幸福。而且对于政府管金融体系必要性，他们也有了统一想法。芒格知道金融市场很复杂有风险，他觉得政府要监督金融，以防投机和金融犯罪。巴菲特说，金融市场得有规矩和监督，这样才能让市场公平和稳当。这种在不同中找相同的态度，看出他们是成熟投资者的理性和宽容。4. 思想与智慧的交融，塑造传奇人生。芒格的人物背景不仅体现在他的出生、离世、搭档关系与政治立场上，更体现在这些经历对他思想与智慧的塑造上。奥马哈的成长让他学会脚踏实地，与巴菲特的合作使投资理念更完善。政治立场不同，他学会了开放看问题。芒格多元的背景让他变为一个很有深度也广的思想家。他投资很厉害，还对哲学、心理学等很多方面都有很深的认识。他的多元思维模型主张把不同学科的知识放在一起看问题，这种思维影响好多人。例如，他分析企业会看财务数据，也从心理学看消费者，经济学分析市场，历史角度看发展。看芒格的人生充满了传奇，他出生离世代表一个时代，和巴菲特搭档是投资传奇。他在政治上的不同看法显示了他的理性，这些背景相互交错，一起让查理·芒格变得独特伟大。他的故事不仅是个人奋斗，还是智慧、合作成长的典范，永远值得学习。查理·芒格是投资大师，他投资观点很有远见，对投资者来说，他观点很有用。下面详细说他的投资主要看法。芒格说，散户交易就像赌博一样，散户常常对所投公司的基本面、经营情况不了解，只看股价的波动买卖，追高卖低成了习惯。这种交易不看企业价值，只看价格差赚钱，像赌博一样压住。因此，芒格说，如果他当管理，要对短线赚钱收税，赶走投机的人。他觉得投资市场该倡导长期投资，而非投机。增加税收能减少短线交易，让散户更理性，看重公司实际价值，对市场有好处。芒格认为，投资是对企业价值长期持有，不是短期投机，这显示了他对投资理解的深刻。芒格对 VC 行业小心看待，觉得表现不咋的。VC 行业爱追热门项目，项目能迅速吸金，但大多投资者对他们了解不够深入，因为行业竞争大，投资机会一下就没了，所以决策者得赶紧决定。这让很多人没评估好风险回报就盲目跟风，其实就是赌博心理。芒格说， VC 界想一直成功很难，因为很多项目都没啥真价值和持续发展的潜力。这种批评 VC 业的言论让投资者明白，高风险投资要冷静，别被情绪带跑，要看项目真价值和前景。芒格看好中国经济，觉得以后20年中国会比其他大国发展得更好。他说，中国有些很强大很好的公司，这些公司技术、市场、管理都在变好，很有竞争力。同时，跟其他经济体比起来，中国的大企业估值更便宜，有明显价值空间。基于此，芒格说，想在投资组合里加一些中国的风险资产。他的观点是对中国发展、政策、企业活力的综合判断。中国市场规模大，产业结构升级，营商环境好，给企业带来发展空间，也给投资者带来机会。芒格的这一判断为国际投资者看待中国市场提供了重要参考，彰显了中国经济在全球投资版图中的重要地位。
芒格觉得日本是个很明显能赚钱的时机。日本长期低利率，10年期只有 0.5%， 这让企业能以低成本拿到钱，有助投资扩张。同时，日本的老企业资源多、经验足，技术、品牌、市场渠道都不错，成本也低。比如老牌的制造公司有稳定的原材料进货渠道，能低成本地维持生产运行。芒格看到低利率和老牌企业优势，感觉很有投资价值。这种对市场敏感显示了他的眼光。投资者能从芒格看日本市场学到，要看宏观经济，比如利率怎样影响公司，和找有深厚背景和资源的公司。芒格说，投资要长期拿股票，这很关键。他觉得持股5年或更长时间，会更懂这家公司，看清发展优势和风险。长期持有不是瞎持，是对公司有深入了解后才决定的。同时，芒格说，遇到好投资机会要大胆下注。他觉得投资者该专注找有优势、前景好、团队棒的公司，找到这些就该大胆投钱，别到处乱投。另外，芒格不常找那些不太可能的机会，他更愿在自己懂行且有信心的领域找投资，免得掉入风险太大的投资坑。芒格投资策略显示，他对风险回报很敏感，对投资要求也高。查理·芒格看投资，主要瞧市场人怎么做，经济体、行业还有策略，这些观点互相关联，相互支撑，成了一套投资思路。投资者深入这些观点，能更好抓投资本质，提升决策正确性，在多变市场中找机会，实现财富增长。查理·芒格投资时分析了许多公司，展现了他的商业眼光，给投资者带来参考。以下是思维导图里重点公司的解读。 Costco 是好事多，是个会员制仓储零售店。芒格很赞扬他们的做法。芒格和 Costco 创始人经有人介绍认识，交谈后芒格就投了资，还做了独立董事。他接触 Costco 后，对其运营方式有了深的理解。独特的商业模式， Costco 的战略是极致性价比，他给顾客的商品都比市场上便宜，大规模采购和优化供应链，降低成本，再回馈给消费者，让价格更具竞争力。DSKU 高周转，店里商品不多，只有3700个左右热卖款，但每款都是热销的，卖得很好，周转也快。这种模式简化了库存，让消费者快速选，提升购物感。Costco 赚钱主要靠会员费，不是靠卖东西差价。消费者得交会员费才能在店里买东西，这让公司和会员关系变得不一样。Costco 改进商品服务，让会员感觉划算，增加他们忠诚度。Costco 店铺的硬件好，停车位很宽，有10英尺，购物方便，这让消费者很高兴。比亚迪在芒格眼里很重要，他不停夸王传福。王传福被芒格赞誉为天才，是个天生的工程师，他有超强的执行力和解决问题能力。王传福只要看下别的车厂的零件，就能明白怎么做，这在造车界很少见。他每周都工作70小时，工作狂的他总能到一线去解决那些问题。比亚迪制造很棒，市场表现也不错，比亚迪制造能力强。芒格说他制造上比马斯克还好。公司专注研发技术，改进生产方法，让新技术能迅速加进产品，增强产品实力。销量好就是行业老大。芒格说，比亚迪卖了至少250万辆车，多是电动车，这就是比亚迪在电动车界领先了。它产品在国内受捧，国际上也慢慢打开了。例如，比亚迪电动车加速快，功能多，比如90度转弯，车胎没气也能跑100英里，吸引很多消费者。
芒格投资比亚迪回报大，最初2.7亿，后来涨到80亿，证明他看准比亚迪了。苹果公司以品牌影响力大，被芒格看作优质投资。品牌力量很重要，芒格说苹果是个很棒的品牌，消费者觉得苹果代表高品质、创新和时尚。品牌忠诚是通过很久产品研发、设计、推广建立的。例如，苹果 iPhone 靠着好用的系统、好看的设计和很多应用，吸引了全球消费者，有了强大的品牌。芒格说，买伟大品牌公司，价格差不多就行。他觉得苹果股价不会老在低处，市场一波动，股价合理了，就是个好投资机会。这种看重品牌价值与估值的投资，显示了芒格对长期投资的执着。他相信苹果凭品牌和创新力，以后能为投资者赚钱。沃尔玛，零售的大头，在芒格那儿看出点问题。芒格说，沃尔玛太固执，不接受新东西，创新也不够。零售行业发展很快，市场需求、竞争都变了，沃尔玛没跟上，太依赖老方法了。比如电商和新兴零售起来，沃尔玛转型慢了，新技术也没用好，购物体验和效率都没提升。沃尔玛在竞争中失误，没能挡住 Costco 等对手。Costco 喜欢在富人区开店，靠会员费和便宜价格吸引有钱人。沃尔玛没跟上，现在市场抢不过 Costco。芒格觉得对市场变慢反应是严重错误，企业要时刻敏感，创新变革，否则行业巨头也会被超。看这些大公司，芒格展现了他对商业方式、公司实力和市场动态的深知。投资者能学到评估企业核心力、看行业趋势和找投资机会。这些分析不只总结过去，更启示未来投资。查理·芒格是投资界的传奇，对经济看法很深。他讲市场参与者、经济体发展和投资策略都有独特看法。这些观点看出他对经济敏感，给投资者带来思考方向。下面说芒格在经济上的主要看法。芒格说，散户交易就是赌博，没什么两样。散户常对所投公司的基本面不了解，对公司经营、行业前景、财务数据等信息知道的很少。他们交易时只看股价短期变动，经常追高卖低，想赚差价，不是看企业真正的价值。这种交易像赌博，都是碰运气，没啥确定性。因此芒格说，如果他是市场管理，会对短线赚钱收税，赶走投机的人。他觉得投资市场该提倡长期投资，不要投机取巧。税收提高短线交易费，散户会更理智投资，看重企业价值，市场会更好的。这个看法说明芒格懂投资，就是长期持有公司价值，不是短期赌博。芒格批评 VC 业，说他整体做得不好。VC 行业爱追新项目，这些项目总能一下引来很多钱。不过，大部分投资者对项目评估不够深入，因为行业竞争大，机会一下就没了，所以决策者得快速做决定。这让很多人没评估好风险就盲目跟风，其实就是赌博。芒格说，在 VC 里想一直成功很难，因为大多项目没真正价值和潜力，很多热项目只是概念热炒，环境一变或竞争大了，就很快没了。这种对 VC 行业的了解，让投资者在面对高风险的热门投资时要清醒，不被市场左右，要看项目的实际价值和前景，别只追热点。芒格看好中国经济，他觉得未来20年中国会比其他大国更有前途。他的判断考虑很多因素，中国有一批很棒的企业，他们在创新、市场管理上都在变强，有国际竞争力。另外，中国的大公司跟其他国家比，
估值挺合理的，有投资的好机会，性价比高。芒格说愿意在他的投资组合里加点中国风险资产。他见中国市场规模大，产业不断升级，环境优化，给企业很多机会，投资者也有利可图。中国在科技、制造、消费上的发展，令芒格认为中国经济将一直增长。这个观点给国际投资者看中国市场提供了参考，显示中国经济在全球投资里位置很重要。芒格觉得日本投资潜力大，主要看日本经济和企业特点。日本长期低利率，10年只有 0.5%， 这让企业能以便宜的钱投资扩张。同时，日本的老牌企业拥有丰富的资源与深厚的行业积淀，这些企业在技术、品牌、市场渠道等方面具有优势，且资源获取成本相对较低。例如，老牌制造企业有稳定的原材料，低成本维持生产运营，全球市场上也有一定份额和口碑。芒格发现低利率和老牌企业一起能赚钱，这种对市场和企业的理解展示了他投资很厉害。投资者学芒格看日本市场，要留意宏观经济如利率政策对企业的影响，找那些有底蕴和资源的企业。芒格说，投资要长期持有股票，这很关键。他觉得持股5年或更长，对该企业会了解更深，更能掌握它的进步、优点和隐藏风险。长期持有并非瞎买，而是基于对企业的深入了解，观察久了就知道它值不值钱了。同时，芒格说，在发现有利的投资机会时要大胆投入。他觉得投资者该找那些优势大、行业好、团队棒的公司，看到这些好处就该多投资，别分散去投那些一般的。芒格不常找低几率机会，他爱找自己懂且确定的领域投资，免得掉入风险大的陷阱。芒格投资策略对风险回报控制很准，要求投资机会要好，要深入了解，然后集中资源抓机会，让收益最大。查理·芒格谈经济，要看市场的人怎么做，经济走向、投资策略，这些看法有关，支持彼此，成了完整投资思路。懂芒格思想，投资者可明白经济市场，提升决策，找投资机，财富涨。同时，芒格看法给看不同经济体发展带来了新角度，让我们能更懂全球经济怎么变的。芒格回答年轻人时很小心，他说不轻易给年轻人出主意，这种小心不是因为他冷血或小气，而是因为他懂得世界很复杂。芒格知道年轻人面临很多不确定和挑战，每个建议都可能改变他们人生，所以他不会随便说些没想好的建议。他觉得提建议前得想清楚时候、对象还有建议值不值，免得误导年轻人走入歧途。芒格观世界，满眼皆是欺诈与癫狂。金融市场投机好多啊，散户交易跟赌博似的， VC 行业也是，心态很赌，市场真乱。社会太多假消息，大家常被表象骗，看不见事情真相。例如，消费主义盛行，人们总被广告、潮流牵着鼻子走，追求物质，却忘了自己心里想要什么。这世道真是骗人和疯狂，年轻人长大不容易啊。芒格说，年轻人越来越不易，这就是他对年轻人现在的看法。现在社会竞争很厉害，科技飞快发展，让知识和技能更新很快，年轻人要一直学习适应，才能在社会站稳脚跟。经济不稳定，让就业创业更难了，年轻人压力山大，而且太多信息让年轻人难辨真假，常陷入迷茫、焦虑中。社交媒体很方便，但年轻人更易受外界干扰，内心不再平静专注。芒格说，年轻人该清醒点，增强判断力、适应力，
在复杂世界找自己的路。芒格在杠杆问题上有他自己的一套看法，他觉得伯克希尔哈撒韦如果早用多点杠杆，现在可能是原来的3倍，风险也不大。这个看法来自他对伯克希尔的财务和风险管控有深刻了解。伯克希尔有钱，模式也稳，能管好杠杆风险。不过芒格也说，不让杠杆影响到公司的安全地位，这表现了他对风险十分小心，态度警觉。杠杆像刀一样，能赚更多钱，但也增加风险。投资里用杠杆能提升资金使用，抓住更多机会，但如果用太多杠杆，市场一变就可能亏大钱。芒格懂这个，所以他考虑用杠杆时，风险控制最重要。伯克希尔的避险很重要，在市场波动时能稳住，不能用杠杆失去这个位置。例如市场低迷，伯克希尔靠稳健财务和现金抓被低估的投资机会，不会因杠杆过高而难。芒格的理念给投资者用杠杆时带来参考，要找到风险和机遇的平衡，别只顾高杠杆赚钱，忘了风险。芒格对品牌的价值看得很深，他说喜欢有牌子的公司，像喜事糖果、爱马仕等。他觉得品牌对企业很重要，可以带来长久优势，稳定赚钱。品牌忠诚度建立得靠很久，是企业一直努力在产品质量、服务、文化上才搞出来的。喜事糖果被伯克希尔买后，靠它长久历史和不错名声，糖果行业里挺有名的。喜事糖果很在乎品质口感，一直沿用老做法，这种坚持让消费者对它很有感情，很忠诚。提价了消费者也不介意，因为他们信任喜事糖果。爱马仕是品牌价值中的王者，它的工艺好，设计独特，高贵形象让它成了奢侈品的老大。爱马仕的不只是商品，还是身份和品味的标志，消费者特喜欢这品牌，愿为它花大钱。品牌价值为企业筑起一道防线，可以防住对手的打击。市场竞争里，品牌强的公司利润和市场份额都会高。比如苹果因独特品牌形象，在智能手机市场领先，品牌忠诚度高，就算竞争很激烈，苹果用户还是对它产品很偏爱。芒格看重品牌价值，告诉投资者选投资要看企业品牌，强大品牌的企业抗风险发展能力更强。综上，芒格说其他想法是讲年轻人得小心啥，杠杆咋用，品牌价值如何看。这些观点看出他很有投资头脑，给我们生活和投资不少好建议。年轻人迷茫，投资者把控风险，企业规划品牌。芒格的观点像灯，照亮我们路，使我们更理性、谨慎面对挑战，做出明智决定。查理·芒格的智慧犹如一盏明灯，照亮了动荡的投资世界。他对价值的坚守，对人性的洞察，以及对理性决策的极致追求，不仅是投资领域的圭臬，更是现代人应对复杂世界的思维范式。在快速变迁的时代，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这样的清醒思考，不被短期波动裹挟，不被噪音干扰判断，回归本质，去理解商业与人性的底层逻辑。如果你也渴望在信息洪流中构建属于自己的认知框架，欢迎订阅心智进化工作坊频道。我们会持续拆解顶级投资者的思维模型，解析全球经济趋势下的机会与挑战，用深度内容助力每一次决策的升级。芒格曾说，理性是可以通过训练获得的品格。在这里，我们将通过案例分析、观点碰撞和认知实验，陪你一起打磨穿透表象的洞察力。点击下方订阅按钮，开启这场心智进化之旅。看完本期内容，
你对芒格的哪一个观点最有共鸣？又或者你希望我们下期深入探讨哪个投资议题？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想法，也别忘了点赞转发，让更多人加入这场理性对话。记住，真正的成长始于每一次主动的思考与连接。我们下期见。